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结构，也就是这资料结构单元里的最后一个。事实上有6个比较常见的，但是我们大概会停在这里tree 的地方。好，那这个树在你的生活中也非常的多，像是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结构，等一下你知道怎么应用哈。好，它原则上就是长得像这样，会有一个这个叫做根。我们真实世界的树是不是长这样？你的根是在下面的，然后往上长枝叶。可见我不是美术老师画的图，很丑啊！这是树啊，这是树。B-Rise 有一题这个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真实世界的根是在下面，而最上面是有分支跟树叶，对不对？那我把它整个倒过来，变成根在最上面，只能有一个根。那往下分支，你可能分支有2个、3个，或者是只有像这种分支1个的也可以。然后呢，这分支往下一定要长出的一个节点，就叫做子节点，或是最下面的会叫做叶子的叶。OK， 好，那为什么要用这种结构呢？我们可以从这边看一下生活应用。好，其实我们很常用到树的结构例如你电脑打开之后，你不是 C 槽，还是你有神秘 D 槽，好，还有很多那个往下的资料夹，资料夹又资料夹，资料夹又档案，这样一层一层往下分支。那你可以把你的电脑的图、结构的图、档案的图画出来，或是家里的族谱画出来。那这个整个内容呢，就会长得像我们刚刚说的树的样子，可以好，那还有很多资料科学里的应用也都会用到树的架构。除了刚刚讲的资料夹之外啊，我们搜寻引擎也是很需要快速的找到我到底应该要往哪个系的分支去。OK， 或者你有写过网页的程式，这个也是树的一种架构哦。OK， 好，那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些专门的术语。这个 C 功能的术语图解，你可以来这边用点的比较快，或者你从简报的话，也是有简单的这个文字的术语的定义，都可以。好，那我们从这个网页来看的话呢，像我刚刚说的，一棵树一定要有一个 root， 我现在讲的是专有名词所以这个专有名词在写程式的世界里或是树的架构里都是蛮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是你需要知道有根 root 这个节点，那往下这个一根一根长出来的会说是它的孩子子节点。这是真的像族谱一样会有往下长孩子，孩子还可以长孩子，所以你说70的子节点当然就是60与80 30的子节点是20与40，没问题。 OK， 好，那我们会说最下面这一代就是暂时没有往下生孩子的，这些全部叫做 leaf， 就是叶子叶节点，可以这稍微知道一下哦。好，那有时候会在意高度啊，在意什么几层啊，这个就是照着这个从根开始往下算就可以了。好，其他你自己参阅哦。OK，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会介绍2个最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叫做2元搜寻术，我要让一棵树只有最大分之2，也就是每一个节点只能生2个孩子或1个孩子，或你不生孩子就是叶节点，叶子的节点可以。好，除了这个2元就是只能分支度至多2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定义，就是它要适合做搜寻，所以它在建立这棵树的过程有一些规则。好，什么样的规则我们接下来看那以及为什么把节点建成这种 BST Binary Search Tree 会让搜寻变得有效率，这是它的目的。好，那我们就
从这边来看哈。好，我们在看这个 binary search tree 二元搜寻树的时候呢，我们在建立它的过程就会遵循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每一个节点，你等一下放眼往下看，任何一个节点都要符合这个规则，也就是左边的孩子们都要比较小，右边的孩子们都要比较大。什么意思？你看这个50，以它来当这个观察的中心，你看它的左边的孩子们，也就是这一大包，一定都比它小；右边的孩子们一定都比它大。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整个树一定会呈现一个左小右大的样子。你如果只看一个子数，也会符合这个原则。70的左边比较小，70的右边比较大，可以吗？好，那你知道这个原则之后要干嘛？你要有办法，我给你一堆数字，帮我建出一颗 BST。可以吗？这需要能够有这个能力。好，那你说怎么建啊？你就是新的节点进来的时候，请你帮我维持整棵树是符合左小右大的状态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就来建咯。第一个是50，它一定在根嘛，这没问题。好，你仔细看哦。接下来第二个节点叫30，30因为比50小，所以往左还往右呢？往左。好，再来80进来了，80比从那个 root 开始比，80比50还要大，所以它会往右走，会长在第二个右边。到这里都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呢，节点越多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好，所以你看下一个节点是20，请记得从根开始做比较，所以20比50小就往左走。20比30小，所以往左走，所以20会长在这，可以吗？好，下一个35我们也看一下哦，35跟50比较小，所以一样往左走。35比30还要大，对不对？35大于30，所以往右长。等一下35会长在右边 ，OK， 所以你可以看有没有往右长。好，75也是一样哦，你就比一下75比较大，往右走；75比80小，往左走。所以长在这，33以此类推它会长在这。好，所以它有没有永远都长得很平衡？很平衡就是它的重心或是左右的比重是很平均的，有这样吗？并没有，对不对？它会依着进来的数字的顺序，而使得它整个树的结构有可能很像这样，还算蛮平衡的，左右感觉一样重，不会差很多。但是它有可能很不幸的，如果什么情况这些数字进来的顺序有可能使得它很不平衡呢？你就可以到这个平台试试看例如说我这里展示一个很不平衡的情况，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很不平衡，什么情况会很不平衡。OK， 好，那或者是可能有一棵树建完之后，它整个就是说偏向长在右边，左节点，左孩子一颗都没有，有可能或者是大致长得还蛮平衡的，那其实就会跟它进来数字的顺序有关。所以你这个它的长相也是可以感受一下，跟它数字的顺序有关。OK， 好，所以等一下我会让你去练习一下，如果有一棵树进来的顺序是2、1、4、5、3，那请问它会长什么样子？好，长什么样子之后，这个题目你接着看到我问你前序走访回合，你可能说什么是前序？前序还不知道，对不对？前序是等一下才要说的。但是呢，到这边你先帮我把这一颗 BST binary search tree 建出来，好不好？2、1、4、5、3。我们要把2、1、4、5、3依序放进一棵二元搜寻树，你必须要遵循进来的节点一定是往下变成孩子节点，那往下长要长在左边或右边，这个次序是重要的。
OK，所以顺序是什么？是左小右大的建立。所以你2进来了，1比它小就往左长，4比2大就往右长，5怎么办？跟2比往右走，跟4比往右走，所以5长在最右边的节点。OK，那3呢？比2大往右走，比4小往左走，所以3在这，可以吗？把这个画出来。好，那前序我们等一下再说所以你答案暂时无法写，但是我要你把这个数先画下来。好，那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也是一样哦，50是根嘛，再来30往左往右，回答我，往左很好，70往左往右，往右好，20往左往右，左然后再左，好，40呢？40比50小，往左走，比30大，往右走哦。好，再来60在哪里？右边、左边，对吗？然后80比50大，比70大，对，在右边。35呢？往左走，往右走，往左走，可以哈。如果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在左左右右什么，你往前看好不好？前面有比较详细的动画版。好，那现在我要暂时停在这，一口气把前序讲完。但是前序的细节，我们可能要下一次才能仔细的介绍哈。好，前序是什么？我们现在记那个速解法就好了。这个序就是我要把整棵树拜访，就是走过一遍。你想象这是一个座位表，大家同学们是这样子的排列，排列完之后，我要一种经过的顺序，把每一个人都点一次名。可是我点名，我可以说21435，我也可以是24531，我也是可以12453，乱七八糟走各种方式。可是呢，我们会有规定3种前序、中序、后序的一个拜访顺序，我们会叫它走访。traversal 这个字，好，那前序是什么？我们先记方法哈，详细的我们下一次再说。等一下呢，你就沿着这棵树绕一圈，要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的绕哦。然后前序就是经过节点的左侧写答案，所以我在绕的过程，你只要经过某人的左侧就把答案写下来。所以我们再走一次，从这个2开始往下走，你一走是不是立刻遇到2的左侧？所以第一个答案就是2。好，什么意思？再往下走，遇到谁？1的左侧就写1，再继续走，有没有左侧？没有。有没有左侧？没有。有没有左侧？有。再来是遇到4的左侧，再往下走，遇到谁？3的左侧，再往下走，遇到谁？5，很好的左侧，然后走完哦，走完它，好，结束了。所以答案是21435。OK，下一次会跟你说为什么要前序，为什么这个经过左侧写答案呢，而不是经过其他的位置写答案呢？下一次告诉你，下一次要来。好，那这一题比较长，我们也做一遍哈。由上而下，第一个遇到是50，很好，再来是30，再来是20。好，或许你可以感觉到某种规律吗？再来40、35、40、35，好，然后再来绕上来之后有没有左侧？都没有，对不对？再来是70、60、80，把它走完。好，70、60、80，答案就是这样子。用你的短期记忆把它记起来，我切回去给你。我们看一下第 A 功能2元搜寻数这里，那有同学很好奇说，为什么有时候树长出来很斜，就是歪斜树它就是只有往例如说整个右侧往下长。好，那我们可以先试试看这3个已经给你的例子50、30，你可以同时感受吗？为什么会平衡、不平衡，或是往右偏呢？其实跟你这个叫节点每一个进来的数字，我们会把它建立成数的节点，
跟节点的数值大小前后顺序有关，所以你要很平衡，其实就是数字的分布，一下大一下小，一下大一下小就可以了。你可以见一下哈，你会发现它长得一下往左长，一下往右长，就不会集中在某一侧嘛。那不平衡的数值长什么样子？这个其实很明确，就是1、2、3、4一直到70是一直由小到大的接进来，有没有？所以你看数就一直往右斜，因为右侧比较大嘛，左小右大，右侧比较大，它就一直往右长。啊，就是这样很不平衡，感觉快要倒过去了。好，那右偏数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它大部分呢，我们见一下哈，它大部分呢，感觉右侧自己来看还算平均，可是因为你一开始的这个叫根，叫做50，是所有数值里最小的，所以右侧的比较大的节点都会长在根的右半的这个右子数。OK， 所以这个就是右偏。好，所以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跟你的数值进来的顺序、大小的次序很有关。好，那当然你可以自定哦。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功能哈？你可以，等一下哦。你可以这样子自己看你要建立什么样的值，然后插入之后，它可以依着你想要的数字的顺序去长。OK， 好，那下面这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猜看哈？我猜几次比较，好，这里是什么呢？来，我们试试看。好，这是比较是什么呢？好，它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插一个25在我的数里面，那总共需要经过几次的比较？因为25它显然要往下面涨嘛，所以它要从根，就是从这个58开始做比较，需要比较几次25可以被安放在正确的位置呢？所以就是25做一个插入之后，在这边嘛，它比了几次呢？1、2、3、4。他走了4步，就是比了4次。下面有告诉你怎么比出来的。好，那上面这个问题就是在问这件事哦。把25插入之后，好，那下面这边一样有各种数的比较次数，还有一个问题，你可以写一写，然后送出。到这里可以吗？